特派员，别来无恙啊！保密局的电报说有你派人护送我去韩国。不知道这个人选已经定了没有？着什么急呀？明天出发，今天有的是时间。请坐。特派员，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二叔一向健谈，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说那么多话，我哪知道你问的是哪句呀？您跟我装糊涂是吧？没关系，我再跟您说一遍。只要是我发过的誓、许过的愿，我一定会兑现。那就请吧。来，把小客人给我请上来。来，夏波，叫曹伯伯好，是不是很意外啊？的确很意外。你为了报复我，居然牵连一个无辜的孩子，太过分了吧？哎，夏波啊，你知道什么叫无辜吗？不知道。不知道。那，你认识他吗？认识，他是崔叔叔的朋友曹伯伯。可是我怎么觉着他像你的亲爸爸呢？曹伯伯以前对我可好了，我还真希望有这么一个亲爸爸。你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怎么就学会撒谎了呢？你不要强迫我，我从小就是个孤儿，做梦都想有个爸爸。如果你真让我叫曹伯伯爸爸，那就认呗，我还挺高兴的。不知道他愿不愿意。你是个好孩子。我要是今天不穿这身军装，我就认你这个儿子。今天是我们大人不好，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啊。曹创，你不要再演戏了！我今天就要扒下你的伪装，露出你共党分子的真身份。独龙，到，把这孩子给我带走。哎，二叔，不要狗急跳墙了。你背着党国跟日本人搅在一起，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曹创虽然心知肚明，却没有跟保密局透露半个字，才让你现在还好好的活着。你却要恩将仇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你要干什么？你要背叛党国吗？你真打算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吗？还想做一个遗臭万年的汉奸是吗？我劝你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实话告诉你吧，陈将军和他的部下是党国的忠臣，他们现在已经埋伏在外边了。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就会马上冲进来，把你们乱枪打死。不信就试试。知道了。哎呀，特派员，我这不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的吗？您宽宏大量，咱们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现在可是惊蛰行动的关键时刻，我们不要因为对彼此有怀疑而影响了整体的团结。我再宽宏大量，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是，挟私报复、牵连无辜的事儿，不许再发生，否则的话，我对你不客气。
赶紧把这个孩子安全的送回去吧。独龙，是。快把小夏波安全的送回去。行了，就不劳你大家了。楚副官，特派员，请您指示。派2个信得过的兄弟，换上便衣，把孩子送到春城的崔府。是。告诉弟兄们，路上狼多，随时提防恶狼的袭击。特派员放心，就算兄弟们舍出命去，也会保护好这个孩子。是我们不好，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没事，曹伯伯，我们的老师说过，我爸爸也是个英雄，有他的英灵保护，什么妖魔鬼怪我都不怕。我一定还能再见到您，对吗？一定。再见。该谈正事了吧？我什么时候出发去韩国？你又派什么人监督我？不是监督，是护送。是我陪你去。排长，要是咱们遇上共军怎么办？哪有那么巧？可万一要是真碰到了怎么办？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叔叔，我知道该怎么办。你怎么说？到时候你们谁都别说话，让我来说，叔叔行吗？你还认识共军？今年过6一儿童节的时候，他们英模来我们学校做报告，讲的可好听了。啥叫做报告？做报告就是讲故事，讲他们英勇杀敌、分田分地的故事。什么分田分地？啊，这个你还不知道啊？就是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和财产给那些穷人。按大人的话说，就是让耕者有其田，让居者有其屋，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平等幸福的社会。真的？不信你们可以写信回去问问。真是个好孩子。来，我们走了。来，好，爬好啊，走喽。怎么样？有线索了没有？我真的不敢想象，一个那么小的孩子面对那么邪恶的特务，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夏波回来了。干嘛？干嘛？我好想拧个红头。孩子，他们有没有伤害你啊？没有，他们可凶了。但是我曹伯伯一出门，他们全部怂了，乖乖的派人把我送下了山。你们不知道，曹伯伯可威风了。时间还没到，先进屋吧。导演，你就不想说点什么？说什么？说说你的秘密，说说你这10几年来当卧底的内心感受。
干咱们这行，谁没有秘密呀？但有些秘密，到死都不能说。说到卧底，你独龙何尝又不是啊？名义上你是保密局的人，但你早已经被二叔吸收为自由中国运动东北情报网的得力干将。作为卧底，你的内心又是什么感受呢？作为前辈，我要告诉你，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无论是你的上线还是共军眼里，你已经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了。我奉劝你放下武器，往回走吧。向共军投诚，没准还是一条活路呢。曹闯，我实话告诉你，你死到临头了。你以为你的这些把戏能瞒过保密局那些蠢货？可瞒不过二叔。二叔一直都坚信你是个共党分子。今天，这里就是你人生的最后一站。我早就猜到了二叔派你来的目的，但是想杀我，你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啊！别忘了，你可是我的手下败将。斗龙，今天才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战，这就是你追随日本间谍麻雀当汉奸的下场。到底什么人？二叔猜对了，我是中共东北局社会部侦查员夏博文。记住了，下辈子当好人吧。东西呢？不是俩人吗？那个呢？那个在路上让共军干掉了。败兴！等着吧，何老大来了之后，咱就开船。曹先生，头一回坐船吧？船倒是坐过，但是晚上坐船还真是头一回。这个晚上坐船最重要的呀，就是千万别乱喝别人给你的酒。为什么？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带上船，来人，上船。找到特派员了吗？各处都走遍了，没有。什么？副总指挥，特派员是不是被二叔绑架了？哼，不可能！就他那点能耐，还想绑架特派员？他下辈子吧他！可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特派员他根本就不在山上。副总指挥，副总指挥，副总指挥，不好了，山下全部是共军，我们已经被他包围了。
么？山兰，他怎么跟共军混在一起了？主官，到，长开石门，迎接山兰小姐。山兰，快去！是。山兰小姐，您好。楚副官，想必副总指挥已经看到我了吧？是的，是的。副总指挥特命我前来迎候，楚某已经等候您多时了。现在你们已经是四面楚歌了，我可是你们的救星，懂吗？山兰小姐，还是请您向程将军赐教吧，请。特务山兰被俘后，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悔过自新，表示要重新做人。他奉625专案组之命，前来黑龙山，对残匪陈氏名部进行劝降。哎呦，我的小美人来了，你可想死我！你还是放规矩点儿，我可是来谈正事儿的。好，那咱们就先谈正事儿，别的事儿等谈完正事儿以后再说。来，请坐，上茶。山兰姑娘，我这是深陷十面埋伏啊！这山下的共军是你带来的？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不过我进山的时候都看见了，这山里山外可都是共军的正规部队，齐整着呢。对了，还有10几门重炮呢。什么？他们把重炮都拉过来了？这要是跟我玩正格的了。副总指挥，我问你，你手下还剩下多少人了？说吧，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估计不超过300人了吧。哎，听说这山兰小姐是来招降我们来了。我也听说了，去看看。走，哎，走。啊，咱就先不说这事儿了。副总指挥，我问你，我曹大哥是不是从你这儿失踪的？可不是嘛，这都1天了，我为这事是着急上火呢。你光着急上火有什么用啊？你就不想想我曹大哥他去哪儿了？怎么？山兰姑娘知道曹特派的下落？他出差啦。这是他临走之前留给您的一封信，您就好好的看看吧。是。程将军，曹某此行极有可能再无返回之路。然临行之前有几句肺腑之言，不多为快，全当你我兄弟一场，增切此行吧。程将军，大山之外如今已是崭新的天地，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已经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渴望拥有自家土地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由此来说，顺应百姓的意愿是共产党之所以获胜并建立新政权之根本原因所在。还有，他们的成功是上下一条心，而国民党却是8条心。若将国民党的无视民意、拉帮结派、离心离德、贪污腐败等种种表现与之比较，正可谓大异其趣，天壤之别。
盖言之，国民党逃离大陆，败走台湾，是咎由自取，回天无力；而共产党的新生政权必将根基稳固，无可撼动。程将军，反共游击总队现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危难境地，且大军压境，情势危急，全队面临着生死抉择，望施明兄审时度势，尽快做出决断。小弟以为，若施明兄幡然悔悟，正前其意，则为顺应历史潮流之明智之举，必将得到人民解放军的宽大对待。况且，施明兄并非十恶不赦，只要承认新中国，拥护新政权，且与国民党之国防部保密局一刀两断，就此便可踏上光明之坦途，投入到新中国的怀抱，和你的手下将士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诚然，台湾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亡共之心不死，且一再叫嚣反攻大陆，光复党国。如若施明兄相信其不着边际的妄人诳语，而执意与共产党对抗到底，则是必将几百多名无辜的兄弟带入万丈深渊，最终的结果是可想而知。施明兄，情势危急，已容不得丝毫的侥幸与犹豫。若施明兄决意投奔光明，即可按我留下的电台呼号，与春城市公安局联络，成败与否，在此一举了。副总指挥，特派员怎么会有工党公安局的电台呼号？废话，保密局、工党公安局的电台呼号，他哪个不知道？副总指挥，我曹大哥完全是为了你和兄弟们着想，他的话可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呢。你要是不听他的，眼下的这个机会可就再也不会有了。更何况，共军只给了你1个小时的时间。副总指挥，你就别再犹豫了。对啊，我们已经不想再打仗了，我们要回家。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过1顿饱饭了，再这样下去，不被共军打死，也会被活活饿死的。对，副总指挥，你快做决定吧。是啊，别再犹豫了，做决定吧，别犹豫了。善良姑娘，如果我投诚，共党真的能宽大我不杀我？你要是实在不相信的话，那你就看看我，我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吗？我曹大哥，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他能把你往火坑里推吗？好吧，那我就听曹特派员的。善良姑娘，我能问你一句话吗？只要是正经的，您尽管问。你和特派员上过床吗？我曹大哥他不像你，整天色眯眯的，连个正形都没有。哎呀，我不就是问一句吗？你看你，好，善良姑娘，那我郑重其事地问你：如果我投诚，共党宽大了我，你能不能考虑嫁给我？只要是你的所作所为，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可以考虑。主官，到！马上呼叫共党公安局的电台，就说我陈世民所部愿意交出细菌武器，正式投诚了。是。投诚！回家！回家！投诚！投诚！回家！投诚！回家！
立即回电。欢迎陈将军率部投诚，回到新中国的怀抱。我部随后将派人前去接洽，以便确定随后事宜。是。我命令，陈世明部投诚的消息要严格保密。为了迷惑敌特，不改变我们的行动，一定要保证陈世明的电台与国民党保密局的电台正常联络。这个事你办一下。是。今天的婚礼我参加不了了，告诉小安，永远不要等我。上峰已经把证明你是共产党卧底的资料转过来了，铁证如山，你为什么还在抵赖？那你们两个吵架之后，一般是谁先让步呢？他。小波，还难受吗？我给你换个毛巾。前2天我做梦梦见你了。梦见我什么了？是咱们一起弹钢琴吗？不是，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有很多的楼梯。你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后来我看见你了，我就一直喊啊喊。为什么一直喊？我没听见吗？你听见了，可是你到处东找找西找找，就是没有找到我。怎么可能呢？我在梦里也是这样问自己的。后来我还是一直喊啊喊，于是我就醒了。我没有答应你吗？我怕。怕什么？我怕你不认得我了。曹爽同志，你醒了。首长，知道您睡了多少个小时吗？36个小时，可把卢主任跟我们大家伙急坏了。我这是在哪儿啊？渤海警备区医院，你被特务陷害了，是边防部队救了你。小刘，快来，把曹长同志扶起来，让他躺得舒服些。首长，您想不想喝小米粥？您要是想喝呀，我现在给您端过来。你去端吧，曹爽同志肯定爱喝。好的，主任。曹爽同志，你的上级领导昨晚来过了，他嘱咐我们，一定要让你尽快醒过来，因为有重要的问题要问你。我们刚才已经跟他联系了，他正在开会，一时半会儿还抽不出身来。不过他让我问你，你把杜龙打死以后，是如何处理他的尸体的？怎么，睡的时间太久了，记忆模糊了？没关系的，你可以想一想再告诉我。首长，喝点小米粥吧。哎，首长，你要干嘛？首长，你不能下地，你现在还不能下地呢。首长，哎！
曹先生，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投降吧，你被捕了。夏寒，有事儿吗？这是我起草的离婚协议，你看看吧。政府颁布了婚姻法，婚姻法规定，结婚是自由的，离婚也是自由的。如果你对协议上的内容没有异议，你就在上面签个字。明天我们去办理离婚手续。盛文，谢谢你。不要谢我，我没有这个资格。这么多年，家里一直都是你在打理着。尊老爱幼，任劳任怨，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而且，我也不能无视这名存实亡的婚姻，让你无休止的痛苦下去。夏寒，签了吧，签了字，你就能再无任何顾忌的去爱他了。盛文，是你吗？我和爹知道你还活着，我在这等了你很多天了。既然都到了，就回家看看吧。我怕再害了你。这么多年了，你除了让爹伤心，让我痛苦，你还给这个家做过什么？你现在说怕伤害我们，你不觉得你很虚伪吗？你其实一直在逃避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现在解放了，你还要在黑暗的角落里藏多久啊？来了，来了。做完这件事，你就自由了。可是你怎么了？现在我身边只有我一个人了，我怕我完成不了你给我的任务。这我早就考虑到了，不就是缺人手吗？今天中午2点，会有人跟你见面，地点宏记中药店。是。蔡小姐，你的报纸给你买回来了。谢谢。蔡姐，报销完了。哎，行，忙去吧。燕子，哎，这个月的报表做完了吗？我正做着呢，马上就做好了。做完了赶快交给我。好的，蔡姐。
今天即刻诛杀叛徒2叔，不得有保密局毛人凤。报告，进来。守门，什么事这么着急？局长，半个小时前我刚跟马掌柜见了面，他说有2条极为重要的情报。我明白他的用意，于是我把我提前准备好的2根金条拿了出来。怎么样？绝对是赤足金吧？你崔大少爷的金条，绝对是1等1的货色，没跑。哎，那马专员给我的呢？不会有假吧？我王建中落到今天，只能靠出卖情报为生，那是因为当年错走了一步，否则绝对不是这样。当年的事不提了，我要说的是，我给你的情报，也绝对是1等1的货色。不信，你就听着。广河大街上有一个宏记中药店，知道吗？那可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最近才刚刚启用的秘密联络站。不瞒你说，我已经盯了他半个多月了。别看他表面上装的跟真的一样，其实他他妈1天都没闲着。这是我从一个老北警嘴里抠出来的，怎么样？值这根金条吧？值。那第2个，共党的公安局财务科的蔡敏芳，蔡会计。那个留用人员，其实是日本特高科潜伏多年的间谍。这个宏记中药店，就是他控制的秘密联络站。今天中午，我看见他跟2叔在那儿碰头了。你要知道，如果没有非常紧急的情况，他们是绝对不会在那儿碰头的。怎么样？我给你的也是赤足金吧？情况就是这样的。哦，对了，局长，还有一件事情，马掌柜在临走之前跟我说，他今天晚上要1个人去干一件大事。我问他是什么事情，他没有告诉我。干件大事？什么大事？标准的日本武士，杀人于无形之间。麻雀对各位的评价可都不低。不过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你们名副其实的表现，和我最终想要得到的结果。对于这一点，不知道各位是否明白？明白。很好，请各位休息片刻。凌晨3点10分，我与你们一同出发。是。您看，您还需要我们做点什么吗？我现在就想让时间过得快一点。下去吧。是。
我知道你不怕死，可是如果你为了你的气节，就放弃你全家人的性命，我奉劝你不要为了虚无缥缈的信仰，就让你全家人为你殉葬。你要尽快找到山口俊一的下落。明天上午先去完成1号任务，尽快实施对水厂的袭击，把崔胜文的老婆孩子给我绑了。我知道你不怕死，可是如果你为了你的气节，就放弃你全家人的性命，我奉劝你不要为了虚无缥缈的信仰，就让你全家人为你殉葬。你要尽快找到山口俊一的下落。明天上午先去完成1号任务，尽快实施对水厂的袭击，把崔胜文的老婆孩子给我绑了。如果你不想让你在日本的一家老小死于非命，就豁出命去干吧！按照我们刚才商定的部署，分头行动。是。报告。雨涵，局长，模拟画像出来了。正好大家都在，一块儿看看。听王教授说，这幅画像是根据当事人，也就是麻雀12、3岁时的照片，按照正常的人体骨骼和面部肌肉自然生长推演出来的。因为牵扯到破案，所以他很谨慎，画了3个不同的年龄段。这是20岁的，这是30岁的，这是30到35岁的。周局啊，这样看来，跟咱们的怀疑对象红姑的外貌特征是完全不像。是，味也不陌生呢，总觉得在哪儿见过。我也有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局长，要不要我再去一趟抚顺，跟酒井一木确认一下？去，马上去，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是。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必须得死。王建中，就你也想杀我？杀你是我的任务，而下达这个任务的正是对你非常信任，而又被你一直愚弄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王建中，恐怕你今天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二叔，你太自信了吧？你怎么知道我完不成这个任务？只要能杀死你这个日本人的帮凶，就算是同归于尽，也虽死犹荣。狂妄，可悲。别动！别动！别动！都别动！放下手中武器，如有抵抗，严惩不贷。
想死没那么容易。还愣着干什么？拍照。明白。我是该叫你红姑呢，还是叫你二叔啊？嗯？你肯定也不是麻雀，充其量你就是个小丑。自从你第一天以陆凯未婚妻的身份来到这里，就预示着你的失败。陷害陆凯是你全盘失败的起点，因为你低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同志的信任。当然，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麻烦，比如炸毁了春江大桥，袭击水厂。你自以为高明的伪装成麻雀，用邪影电台来扰乱视听，但你发错电码的事实又暴露了你只是麻雀的替身。你频繁和你的美国主子联络，暴露了你的真实身份。你是听命于中情局领导下的所谓自由中国运动的间谍。不知道你的顶头上司毛人凤对你的这些行动知道多少？想必王建中所说的那个大事，就是毛人凤要处决你吧？看来王建中失败了，早算到麻雀会来营救山口俊一，我们早就张网以待。没想到撞进网的不是麻雀，哼，而是你这只花蝶。周局长，好算计，是输是赢都还不一定呢。匹夫撼树，螳臂挡车，可悲之极，可笑之极。把他带下去。哎，红姑这出戏啊，算是唱完了。你们说，这个真麻雀到底是谁啊？这戏真是一出接一出的。有戏啊！小军，哎，去把那张模拟画像给我拿过来。哎，好。科长。仔细看，像谁？年龄35到40，身高1.65米左右，体态偏胖。洪涛，给妈妈放张唱片。没什么，我好像看见个熟人。咱们走吧。啊，这
这可是少奶奶特意买给你们的，你要是不拿，少奶奶该怪罪我了。来拿着吧，拿着。多谢了，多谢了。不用谢。哎，那快吃吧。多有冒昧，请多多关照。我们中国人呢，一向是以德报怨，宽厚待人。在这饿不着你，走吧。准一，跟着，走。他跑了，跑了。他竟然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藏了这么久，不得不佩服他的胆量跟谋略。周局，他的那个哑巴侄子跟他一起跑掉了。好啊，哼，好啊。他跑出红姑这个诱饵，为他自己安全脱身争取了充裕的时间。好一个李代桃僵啊！命令，有，立即封锁车站码头和所有的出城要道，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缉令。是。你认识他吗？彼女を知ってますか？知ってる。认识。名前が山口恵子で、コードネームは她就是山口惠子。いわゆるスズメという女性の方。那个代号叫麻雀的女人。曹壮，老一同志啊，真是抱歉啊，我又要食言了。本来已经答应你5年之内不安排任何任务。但是敌人不答应了。首长，我是一名战士，永远不会放下手中的枪。这一次你是孤军作战，没有后援，一切情况都要你独立处置，随机应变。而且，如果行动失败了，后果也要你独自承担。你要顺势而为，冷静、果断。安全第一。得令，能。安去也。后果也要你独自承担。我正在城楼，等着龙儿关山那进。 What's he singing？ 他在唱中国的京剧，好像是诸葛亮的唱段。诸葛亮，他是一位智者。因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What does that mean？ 意思是，我很悠闲，而且我不惧怕敌人的千军万马。
多谋少才能，二来是将帅不和，势在庭。盛文呐，经上级批准，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成为一名公安战士了。欢迎你，崔尚文同志，欢迎你加入人民的公安队伍。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继续发挥长处，为人民再立新功。是。等新中国成立了，再敬这个礼也不迟。好，都坐吧。同志们，从625专案组成立以来，你们不仅成功地粉碎了敌特惊蛰行动一连串的阴谋，而且机智果断地抓获了惊蛰行动的总指挥和潜入我公安内部的敌特分子，而且还缴获了大量日寇藏匿的细菌武器，并且在老姨同志的配合下，兵不血刃呐，成功地争取了陈氏名部的投诚。同志们，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山口俊一交代了罪行，这是他在我们强大的政府攻势面前放弃了顽固抵抗而走出的最后一步，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要说一说他那个女儿山口惠子，这个诡计多端的代号麻雀的日本间谍，用崔家女佣的身份作为掩护，用他手上掌握的协影电台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着不间断的联络，而且他还牢牢掌控着由他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替身花蝶，也就是台湾保密局重用的那个二叔，对他不断的发号施令，利用惊蛰行动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应该说，他还是给我们制造了不少的麻烦呐。就在他企图控制山口俊一留下的细菌武器，进而制造惊天大案的阴谋被粉碎之后，他就抛出了这个替身花蝶，携带着山口俊一对细菌武器的研究成果，用一记李代桃僵，仓皇出逃。同志们，我们要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我们绝不能让这个女间谍逃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界。同志们，我们对惊蛰行动的侦破工作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能不能稳操胜券，就要看老姨同志是否能够获得惊蛰行动的核心机密，也就是他的最终目的。老姨同志久经考验，是我党我军的优秀战士，我相信他，无论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一定能够完成任务。Mr. Cao, I am the supervisor here. You may call me Davis. No thanks. I can understand. Good. Mr. Cao, do you know what place this is? This is an American military base. And the equipment in this room represents the very pinnacle of America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equipment is the prid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Mr. Cao, do you know what this is called? Its correct name ought to be Multi-Parameter Psychological Analysis Instrument. But here in China, it has been given an even more lively and perhaps apt name. Lie detector. 至于这个麻雀的潜逃方向，我同意大家的判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只能南下，4级潜逃出境，和他的美国组织见面。那么部里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火速南下，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对麻雀实施抓捕。啊，老周啊，你把小组的成员名单宣布一下。 好的。下面我宣布，特别行动小组由以下人员组成：陆凯到，崔胜文到，刘宁到，周雨涵到。陆凯任组长，今天下午乘车立即出发。是。麻雀的右耳后有胎记，这不错呀，就能看懂了，有进步啊。其实也没那么难。啊？主要是和你在一起时间久了，每天耳濡目染的，也学会了一些，进步也快了一些。哎，你写那个恋爱报告，组织上批没有啊？ 当然批了。哎呦，那就不怕了。真批假批了？怎么着？你还不信我了是不是？那，啊，嘿嘿，我认识这个证。 姑娘，别害怕，有我在。这位男同志，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我紧张了？姑奶奶，你能不能省点气，你轻点好不好？我要你陪我。 陆凯，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头顶天、脚踩地、敢做敢当的男子汉。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好吗？陆凯，即便是能和你做1分钟的恋人，我也是觉得幸福的。陆凯，签字吧。哎，你撕。 你要撕了，我现在就回去写结婚报告。你说，咱们俩是不是应该趁热打铁，赶紧把这婚事也给办了 Mr. Cao, this apparatus has been used by the American courts and police with considerable success. In fact, its success rate has reached 97.7%. Oh, but don't be nervous, Mr. Cao. Please, have a seat. In fact, lie detecting is not lie detecting at all. No. Instead, it is a testing of physiological changes to stimuli to your mind. According to a theory in psychology, every person, when they have an experience, has that experience leave an indelible impression on their mind.
and you find yourself. Mr. Cao, you certainly have had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After having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happening to you, you find yourself revisiting over and over and over again details from that event. Even if you don't want to remember, it's an uncontrollable urge. So anytime someone brings up details from that event, when the lie detector comes into action, you will then have a physiological response. Your pulse will go up, your blood pressure will increase, your hands will start to sweat, and your mouth will begin to dry as your face either reddens or becomes pale white. You might even begin to stutter. Mr. Cao, my machine at this point will then calculate all of your physical reactions and give us a report. Well then, Mr. Cao, next you will be administered a lie detection test. Please, based on the instructions of Jones, who will put on your sensor. Thank you, Mr. Cao. 你说的没错，我们3个兄弟关系的建立，确实是在7七事变以后。相比较而言，他们俩起点高，格局大，做人做事充满了共产党人特有的魅力。而我呢，自恃有才，便桀骜不驯。只可惜，人一旦路选错了，就只会越走越黑。是吧？其实我们跟国民党最大的区别啊，就在于我们始终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我们知道自己在为谁服务，为谁拼命。我觉得人一定要有信仰，因为只有有了信仰，你才有精神寄托，你才有行动指南。我们不说别人，就说曹冲同志。你说他一个人，在完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独闯龙潭虎穴。如果他不是因为有信仰的力量去支撑和坚守，我相信他一定不会选择这样做。Mr. Cao, before we begin the formal lie detector test, we shall first conduct a simple exercise. Please pick a card. Any card. Remember your card. Now, place it back in the deck. Mr. Cao, now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I want you to answer each question with yes or no. Mr. Cao, the card you picked, is it this? No. Is it this? No. Is this the card you picked? No. Is it this? No. Is it this? No. Is it this? No. Mr. Cao, although you answered no 6 times in a row, according to my lie detector,
I can still verify which card you picked. And it's this. Mr. Cao, I'm going to ask you a series of questions, and I need you to answer yes or no. First, are you a citizen of Xinguo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China? Yes. In 1934, were you 40 years old? Yes. In 1934, when the Worker and Peasan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gan the Long March, did you go with them all the way to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Yan'an? Yes or no? No. Mr. Cao, based on what we know, you enrolled in the military academy, where you received special forces training and were assigned missions by senior memb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particular, you were assigned to join the spy services, where you were to remain as a mol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Yes or no? No. You and Lu Kai, Cui Shengwen, are very close friends, correct? Yes. And you know that Lu Kai is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orrect? Yes. And because you want to maintain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Lu Kai, and since you are on the same path, you are also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correct? No. Then in other words, we could say that you are a Communist Party sympathizer who supports the ideals of the party and admires the way it treats people, correct? Yes. You play the piano, correct? Yes. And your son can play, and he plays very well. In fact, every time he plays, your eyes fill with tears. And the two of you have made a secret pact that you will not admit you know one another. Because if you do, it would violate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onfidentiality Bureau, and his classmates would refer to him as bastard of a nationalist spy. Correct? No. Mr. Cao, I'm going to ask you a final 3 questions. First, when you decided to undertake this mission, you had the confidence that you could complete it. Therefore, you decided to come alone to South Korea. Correct? Yes. Mr. Cao, the true purpose of your coming here is to obtain key secrets from Operation Waking Insects. Is that correct? No. Mr. Cao, in the days when you were still a member of the spy network, you received extensive advanced training in how to counter lie detector tests. Correct? No. Mr. Cao,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老人家，请问现在几点了？我的表不准。哦，那我能坐这儿吗？请坐。我想请老太太喝一碗马蹄银耳甜汤，外加一份翡翠寿桃包，可以吗？我要喝一碗桂花百合甜汤，不加枸杞。欢迎你安全来到羊城。接下来有什么我能为您做的吗？今天晚上5点，我会在火车站的告示板写上详细的拿货时间和交货地点，你只要留意就行。戴维斯先生，保密局和中情局已经合作了。毛人凤特别关心您对曹创的测试结果，请您做一下测试汇报。Gentlemen, before I administered the lie detector test, I first explained to him that the lie detector test is objective and fair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f the test. That it is objective, fair, and scientific. In addition, I did thi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that was on him. Furthermore, I used poker cards to prove to him that the lie detector is sensitive, that it's not easy to deceive, so that he would give up any hope of feeling lucky. I divided the questions that I asked him into 3 groups. The first type were neutral, unrelated questions. For example, his age, his hometown, and other questions about his personal background. The second type were themed questions which had som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spicions of the Bureau. For example, his relationship with Lu Kai, his purpose in coming to South Korea, and whether or not he joined the army. The third type of question was based directly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were questions that we suspected he would lie about. For example, what exactly was his relationship with his son? Surprisingly, however, this struck a nerve. The censor reacted very strongly. Unfortunately, this only proves he is a man of flesh and blood. It doesn't prove he's a communist. Major Davis, could you tell me what's your conclusion? That he is an extremely strong, intelligent man. If we are only looking at data from the lie detector test, then I must conclude he's a trustworthy person. Those are my final conclusions. Gentlemen, adjourned.报告，进来。局长，麻雀出逃时发的那份电报被我们破译了。嗯，内容是什么？这是他给美国中情局发的那份电报，说他4天以后，现在说，也就是凌晨0时，准时到达接头地点。我们按照他标示的坐标查了一下，就是罗湖口岸附近。好，通知陆凯，马上派人围捕。是。小刘同志，非常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这么重要的情报。陆组长，您别客气，清剿敌特分子是我们全体公安干警的职责。我们来分析一下。根据家里面给的情报，麻雀从海上出逃已成定局。现在的问题是，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出逃到公海？显而易见，麻雀出逃的最佳途径就是乘坐从羊城开往罗湖口岸的火车，然后转乘客轮。可是客轮不会按照他的意愿随意的开往公海，所以他只能用炸毁客轮来要挟船长。这是麻雀的一贯做法。我觉得盛文说的对，我也同意。由此判断，他今天要接的货就是炸弹，而且是爆炸力极强的遥控炸弹。开始行动。是。是。
看中山装那个。傅成虽然是个哑巴，可是人灵活着呢。你看把他给忙活的。行了，知道了。哎，太姨，您来了。哎，太姨，快进来坐。好。哎，副成，你带刘师傅到前面买点菜，记得早点回来啊，别走远了啊。哎，傅成，别切了，快跟少奶奶过去，记得有点眼力劲儿啊。求您，我能下去看一眼吗？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呢。